直播综艺上，我被老中医把脉诊断出纵欲过度。新晋小鲜肉惊讶无嘴，可继影后这几个月都和我在一起拍戏，你和谁纵欲呢？和我秘密恋爱8年的季承威也黑了脸，沉着怒气看向我。回忆起那个女人怀抱中的温柔，我笑了。只是荧幕情侣而已，当不得真。我的良缘另有其人。此话一出，现场安静了1秒钟。不仅因为我是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每天奔走于各大剧组，几乎没有空闲，更是因为我和季承威绑定3年，从出道时就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期间狗仔不止一次拍到过我们一起回家、一起过节、一起约会，所有人都默认了我们就是一对。现在我被爆出私生活，却与他无关，并且我亲口说出荧幕情侣这4个字，推翻了我们以前所有的默契和甜蜜互动。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回答，纷纷瞪大了眼睛。直播弹幕也在不断的刷着问号。顾潇这是疯了还是合约要到期了？怎么敢突然公开啊？可怜季影后了，被人被刺一刀，对顾潇粉转黑，一声黑。不是就没人关注顾潇那个对象是谁吗？私生活这么混乱还当演员，顾季 CP 早就毙了哈。前段时间不是还拍到季影后送周青回家一夜没出来吗？那个时候怎么不说她被刺？在有人刻意带节奏的情况下脱粉顾潇私生活混乱等词条迅速冲上热搜，期间也不乏有为我说话的粉丝和路人发出去的评论1秒沉底。坐在我对面的季承威彻底沉下脸，里面似乎还藏着淡不可见的火苗。他直直看向我，刚想开口说什么，就被身边的周青打断。顾潇哥不会是买通了老中医在做节目效果吧？他咯咯咯的笑出声，我知道了，肯定是这段时间我和薇薇姐走得太近，惹你生气，你故意搞这一出，想让薇薇姐生气吃醋。说着，他捂着嘴笑，偷偷的给我使了个我都懂的眼神。他这句话一说出口，弹幕瞬间又炸开了锅。如果周青说的是真的，那顾潇很贱了。顾潇不知道自己走的是事业型的路子吗？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造自己私生活不检点的谣啊？季承威也信了周青的话，松了口气后一脸不赞同的看着我。我和小青只是朋友，你不应该找别人帮你撒这样的谎。磕到了。季影后主动解释了，某位大叔别再做了好吗？有台阶就下吧。所以什么事业型男星、拼命三郎都是人设吧？其实就是个死恋爱脑。顾潇恋爱脑去死！眼看弹幕不受控制，上面刷满了对我的诅咒和谩骂，节目组不得不在后台直接关闭显示弹幕。主持人也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愣在原地好几次想开口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顾潇哥你就别闹了，节目组好不容易请的全国著名的老中医来给我们讲授知识，可不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周青看似好心的站出来帮我打圆场，实际上不分青红皂白给我扣了任性妄为、自私自利2口大锅。他眼底带着得意的看着我，我扯了扯嘴角，不理会他的挑衅。打断老师的话的人不是你吗？我可是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等着老师讲授把脉的知识。说完，我垂眸将大家的视线拉回案台上，我的手腕规规矩矩的放着，老中医的手指正搭在上面，老中医这才插上话。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对，在中医把脉这一门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脉象，我绝不可能出错。这位先生就是纵欲过度。周青有一点没说错，这个老中医确实是国宝级人物，节目组好不容易请来的，脾气不小。刚才被周青接2连3的打断，他有些不高兴，但看在我还算尊敬的份上，他还是仔细叮嘱着我要控制。最后他拍了拍我的手背，放心，你还年轻，而且身体很好，很快就会恢复的。我说了声谢谢，站起身让出座位。现在再没人敢质疑老中医配合我说谎了，只有季承威面含怒气，阴沉沉地站在所有人后面，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中医诊脉流程结束后，差不多已经中午11点，主持人让大家各自回房间休整一下，半个小时后到1楼大厅吃饭。嘉宾的房间在3楼，没有摄像机。我刚走上楼，就看见季承威站在我的房间门口等着。我装作没看见他，等助理把门打开后，径直走进去。可就在我准备把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季承威伸手挡住。他看着我，脸上不知是不耐烦还是怒火。别闹了行吗？我都说了和小青只是朋友，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所以在他家里睡了一夜。没接你电话是因为手机没电了。
这几个月我们在一起也是为了工作。我面无表情。哦，你救我？季承威不可置信地等着我，似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冷静。毕竟以前我每听到他和周青的消息，总是要闹一场。尤其是3个月前，我给他打了几10个电话都没打通，隔天却在娱乐板块看见他和周青共度一夜的消息。我当天就找到他，质问他为什么。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眉头皱紧，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你在闹什么？像个疯子一样。我气笑了，砸烂了他办公室里所有东西，发了一句分手，然后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他不仅没有任何挽回措施，还转头就带着周青进组。这段时间，两人在剧组里的亲密互动，不知道冲上过多少次热搜。要早知道这档综艺还要请了他们2个，我也不会来。像是不满意我冷淡的态度，季承威抓着我的手，双眼泛起水雾，活生生像是我欺负了他。深知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偏执性格，我叹了口气：你想让我怎么做？歇斯底里的和你吵一架，或者曝光我们曾经真的在一起过8年的事，然后你就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指责我像个疯子一样。听到这2个字，季承威浑身一僵，脸上难得的露出悔意。对不起，我当时说话没经过脑子，以后不会了。但你也不能拿分手来威胁我，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撒谎说你和别人乱搞。我和季承威相识15年，相恋8年。他深知我一生中害怕的事就是变成和我父亲一样。我们家有遗传性精神疾病，而我的父亲在婚后的第3年遭受妻子背叛，精神病被迫发作。幼年时的我不明白爸爸到底怎么了。他有时候会温言细语和我讲述人生道理，帮我穿好衣服，带我去游乐场玩。有的时候会掐着我的脖子死死按进水缸里，问我为什么还不死。我爱他又恨他，他是人人口中的疯子，却是我唯一的爸爸。每次我挨打之后，都会跑到季承威家里，他将我藏在他的被子里，隔着被子将我抱在怀里，轻轻地拍打我的背。阿萧别怕，我来保护你。最害怕时，我问他，我会不会变成父亲那样？他用淡棕色的眼睛看着我，一字一句认真道：不会，顾萧永远不会变成疯子。而现在他会脱口而出，说我像个疯子一样。收回思绪，我看向他，说分手不是威胁你，是通知你。还有，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真的爱上了别人。我们在一起已经3个月了，够了，别再说了。季承威冷笑一声，直接打断我的话：你觉得我信吗？我们3个月没见面，你就出来一个在一起3个月的对象，撒谎也不找个好点的理由。他还想说什么，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来，他掏出来一看，上面备注着小青2个字。接通后，听筒里传出周青压着气泡音的声音：薇薇姐，这房间里怎么开不了热水啊？我想洗个澡，衣服都脱了，你能过来帮我看看吗？听到这儿，季承威有些慌张地看了我一眼，赶紧解释，他助理出去买东西了，只能找我帮忙。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毕竟一起录节目的男嘉宾他不找，楼下的男主持他不找，也只有找他这个异性了。那头的周青也猜到我在旁边，出声解释：顾萧哥别误会啊，只是我之前在组里找薇薇姐帮忙习惯了，所以下意识找她。你要是介意的话，我找别人也行。刚说完，他那边就传来一声尖叫，下一秒电话挂断，季承威立马迈开步子就要走。走之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等这次综艺录完，我会回去的。你不是一直说想去斯里兰卡度假吗？我陪你去行了吧，别再闹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季承威右边坐着周青，左边的位置空出来。见我出现，他一个眼神示意我坐他旁边，我没理会，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季承威面色一沉，明显不高兴了。见人齐了，节目组开始上菜，一道道菜端上来，有个嘉宾惊呼一声：这不会是石味轩的菜吧？石味轩是国内最大的药商旗下的药膳馆，每道菜所用的食材都要是最好的，因此他每天只接待5桌客人，还拒绝外带。要吃的话，至少要提前半个月预约。见午饭安排的是石味轩，在场所有人都惊讶了，包括弹幕。天呐天呐，我居然在一个综艺上看见了石味轩。话说石味轩不是不准外送吗？不会是因为周青吧？我家小青前几天发养生视频的时候还说最想吃石味轩，今天老板就巴巴送过来了，说是巧合都没人信。周青这么牛吗？如果是真的呢，我就要粉他了。笑死，并不是谁都追星的好吗？人家就不能是正常的合作？
弹幕刷得很快，但观众讨论的话题还是能看见。只见周青不自觉挺直了腰背，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整个人散发出难以言喻的喜悦。他惊讶地捂了捂嘴。前段时间我和薇薇姐拍了一部关于养生的戏，我们私底下也约着去吃了好多药膳馆，但我最想吃的还是十味轩，所以就拍了个视频。没想到十味轩的老板也看我的视频，还在节目上送了这么多吃的来，真是太感谢了。说完，他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甜甜的笑，还比了一个心。弹幕上，他那些粉丝又开始刷了：小青牛大黑子的脸，笑死！刚才是谁说合作来着？要不是我们小青，你家正主这辈子也吃不上这碗饭。相对于弹幕讨论的话题，主持人的关注点反倒在周青和季承威两人身上。小青刚才说经常和季影后约着出去吃饭，他打趣地说，可我听圈内其他人说季影后可是非常不好约呢。周青害羞地低头，是吗？可是我每次约薇薇姐都能约出来哎。旁边的季承威也宠溺地配合，小青约我，我怎么舍得拒绝？说话间，他瞥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惩罚我刚刚没有坐到他旁边，我只觉得可笑。最后一道菜是用各种药材煲的鸡汤，穿着十味轩工作服的服务员拿着一摞碗碟过来给大家盛汤，刚好盛到我这里的时候汤没了，我身在半空中的手顿住，笑死！谁都知道十味轩的汤是按照人头来煲的，这代表着人家根本没准备他的份啊！哈哈哈！谁让顾潇之前一直欺负我家小青来着？老板肯定是在帮小青报仇。爽了就不给他喝，气氛一瞬间凝固。周青站起来，要不我这碗给顾潇哥吧？真是不好意思啊，是我粉丝不懂事。季承威拦住他，不用管他，既然十味轩的老板是你的粉丝，他一定不会希望你把汤让给别人。他说完，周青露出愧疚的神色，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在场的其他人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下一秒，只见一个穿着厨师衣服的人端着个小砂锅从厨房走出来，径直走到我身边，把砂锅放在我面前。他弓着身，态度谦卑说：“顾先生，刚才那份鸡汤药材太补，不适合您现在的身体。这是我们老板专门嘱咐为您准备的汤，放了最好的肾精草。”一瞬间，直播间的弹幕再次炸开。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人是不是之前被央媒采访过的那个十味轩主厨？前面的没记错是他。无形中，我听见2声啪啪的巴掌，响亮的扇在季承威和周青脸上。尤其是主厨离开前还留下一句：“我们老板说很期待与你再见面。”周青的脸都绿了，他的粉丝也没了动静。节目录制一结束，顾潇十味轩、顾潇金主等词条冲上热搜。更离谱的还是顾潇小三这个词条，有个自称是圈内人的博主出来爆料说，经常看见我和十味轩老板一起出入酒店。虽然十味轩老板很神秘，几乎没出现过在公众的面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有老婆孩子。经纪人方姐看见这个词条后，气得差点没喘上气，肯定是周青团队买的黑热搜。他们恶不恶心啊？十味轩老板对他好就是他粉丝，对你好就是潜规则，这是人能想出来的逻辑吗？眼见他气得不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先缓一缓。以我对周青的了解，他绝对还有后招。果然，没过多久，他的工作室就发了一条他和季承威一起录的剧宣视频。其中，主持人问周青对参加直播综艺时闹出的乌龙怎么看，周青一脸无奈，也怪顾潇哥太低调了，明明和十味轩的老板关系不菲，却不和我说，害得我自作多情。不过他话音一转，我还是想在这里劝劝顾潇哥，调理身体虽然好，但为人的品德更加重要。旁边的季承威跟着点头，而后2人相视一笑。评论区全是在磕2个人好甜的。而在这条视频发布后，周青劝顾潇重视人品词条登榜热搜。这时，我的手机接连响了好几声，我点开一看，是季承威发来的消息。这就是你任性的后果。如果你早听我的话，在节目上澄清你根本没有做那么些事，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我这几天不回去了，你也不要来找我。光是看着这些冰冷的文字，我也能想象到他拿着手机面色冷漠的样子。我扯了扯嘴角，发过去一句话：用不着你操心。接着我点开置顶的那个对话框，给在外出差的某人发消息：我可以公开吗？不会提到你。1秒钟后，那边回过来：都可以。我看着这3个字，不明白他说的是公开都可以，还是提到他都可以。
想罢，我翻出书柜里的结婚证，对着封面拍了一张。3个月前已结婚，他是圈外人。我这条动态已经发出去，整个平台几乎陷入瘫痪。1秒之后，石伟轩的官号转发了我这条动态。顾先生与其夫人是本店至尊顾客，所有造谣言论已委托律师取证，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我公布自己已经结婚，和石伟轩表态后，网上对我的讨论就从我给别人当小三，到我的结婚对象是谁。在一众离谱的猜测中，有人出来爆料说和我领证的人是季承威。据可靠消息，顾潇和季承威是真情侣，2人在一起好几年了。这条消息一出来，比网友反应更激烈的是季承威本人，他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就是一阵大骂：“顾潇，你是不是疯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现在在事业上升期，不能曝光恋情？你以为随便找一张假证，然后找个假粉丝爆料，就能逼我承认跟你的关系，然后和你结婚吗？”他说话的速度太快，我根本插不上嘴，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以为网上爆料这个人是我故意找的，为的就是逼他公开和我的恋情。呵，他真是想象力丰富。最后他扔下一句：“你自己好自为之”，就把电话挂了。在他打来电话的3分钟之后，季承威的个人账号和工作室账号分别发布了公开恋情的动态，照片里是一双紧握着的手，同时艾特了周青：“你好，男朋友。”周青那边也发了同样的照片和文案，艾特季承威：“你好，女朋友。”网上季承威和周青的 CP 粉简直普天同庆，尤其是季承威的粉丝，可喜可贺，终于不用和顾潇那个3线胡咖炒作了。笑死！季影后肯定是被某人硬蹭的操作给气到了，所以才公布恋情。顾潇偷鸡不成18米，现在不会抱着自己1.5米的大胖子满脸油光素忍老婆哭吧？芳姐也看到了这些消息，问我家那位会不会不高兴。我抿了抿唇，不确定，但还是发了个消息过去，解释了一下。没想到许攸只说没关系，会有机会证明给他们看的。我以为许攸只是在开玩笑。结果在综艺第2期开始录之前，节目组发消息来说第2期是夫妻模式，需要带自己的另一半。我把这条消息转发给许攸，问他要参加吗？他说要。看到这个字，我心里突然动了一下。我和许攸第一次见面是在2年前的一场慈善晚会上，我作为珠宝代言人在场内展示珠宝，中途去洗手间的时候被一个喝醉的中年女人拦住，她抓着我的手让她胸口上放，力气十分大。我当时因为喝了酒，本就醉意上头，加上脖子上还戴着价值不菲的珠宝，不敢大力挣扎，根本挣不开。眼见我的手就要接触到她的胸口，随着一道沉稳低调的檀香袭来，一巴掌扇在那女人的脸上，紧接着她就被一脚踹开，我吓了一跳，转头看见一个身材窈窕、穿着黑色晚礼服、踩着10厘米高跟的女人站在我身后，她的头发被烫成大波浪，露出精致的小脸，眉眼深邃，鼻梁高挺，有点像混血。见我呆愣在原地，她轻笑一声，红唇轻启，让我打电话给助理，让人来接我。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许氏总裁许攸。那次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一直到3个月前，疗养院的人打电话来说我爸突发心脏病，要马上进行手术，严重的话还需要移植心脏。自从我进娱乐圈，我就把我爸从精神病院接出来，送进疗养院，找了专门的人照顾他。这些年我爸的身体一直不好，我赚的钱根本就没剩下多少，连手术费的零头都不够。于是我给季承威打了一晚上的电话，他都没有接。走投无路之下，许攸找到我，他说不仅可以帮我支付手术费用，还能帮我找国际上最顶尖的医生来做手术，条件是我要和他结婚。倾盆大雨的夜晚，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从车上走下来，伞面微微朝我倾斜，我几乎没有犹豫，点头同意。我爸手术成功的第2天，许攸就带着我去领了证。考虑到我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没有办婚礼。如果不是在综艺上被中医诊出脉象，我也不会公开已经结婚的事。第2期综艺录制的主题是庄园，节目组说这次的录制地点在国外，由一个神秘嘉宾提供。大家都还在猜测这个神秘嘉宾是谁的时候，节目组直接发布了庄园的名称纳梅斯顿，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庄园之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庄园好几年前是不是就被许氏买下来了？许氏是我想的那个许氏吗？楼上的别怀疑自己，就是那个许氏。我查了资料，
这个庄园现在就在许攸名下。许攸这个名字，就连不关注金融圈的人都听说过。一个女人，少年神童，16岁本科毕业，被国际名校录取，硕博连读。毕业后自己创业，2年就带领着团队让公司成功上市。3年前，她回国任职许氏副总，一步步将公司版图拓宽3倍布置，成功晋升为总裁。如今才26岁，年轻漂亮又多金，自己能力还强。这个消息发出去后，网上有人猜测神秘人会不会是许攸，但节目组一直没给出回应。很快就到了节目录制当天，我们一行人在节目组的安排下坐飞机过去。下了飞机后，还有专门的商务车来接。由于节目组提前说了需要带自己的另一半，这一期的嘉宾都是成双成对。季承威和周青更是在公布恋情后第一次出现，2人少不了要秀恩爱。像是怕我在直播过程中爆雷，季承威在抵达庄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堵在休息室门口，警告我等一下离他远一点。你也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要不是你突然发神经，又是撒谎说自己纵欲，又是晒假结婚证，我经纪人也不会为了让我跟你撇清关系而选择让我和周青炒作。看他自顾自的说话，我问你这几天回去过吗？听到我的问题，他顿了顿，看向我的眼神里有些心虚，还没有。他急着解释，不过你放心，我和他就是逢场作戏，等这一阵风波过去后我就回去，我们还和以前一样。我无所谓的笑道，打断他，怪不得。季承威不再说话，疑惑地看着我。我说，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定我结婚是假的，交往是假的，但我要向你强调一点，我们已经分手了。景云城那套房子我早就卖了，你的那一半钱已经打在你卡上了。至于你的东西在保安室里，自己找个时间去拿吧。景云城的房子就是这些年狗仔一直拍到的我们经常回的家。那是我拍完第一部属于自己的男主戏，拿到片酬后买的。从小到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当我拿着钱兴冲冲跑到售楼部看房时，发现自己只能付1半的钱。这时，季承威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存款。他进入娱乐圈比我晚，片酬也比我低，我不愿意接受。他说，就当是我们的婚房好了，反正我们一定会一直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当季承威听见我把我们的家卖掉后，抓着我的手一僵，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目眦欲裂，你把房子卖了？我挑眉，当然，我们都分手了，以前的东西还是算清楚。他声音里终于染上了几分愠怒，谁说我们分手了？你是不是因为周青？我跟你说了，那只是权宜之计，过段时间就好了。你到底在闹什么？我冷着脸甩开他的手，我没闹，他还想追过来。我看了眼时间，还有2分钟就要开始录制了。你确定要在这里和我吵架？季承威不得已黑着脸走了。直播开始前1分钟，所有人都到齐了，除了许攸。周青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顾潇哥怎么一个人啊？你不是结婚了吗？你老婆呢？还不等我开口回答，他猛地拍了一下自己脑袋，笑嘻嘻地说，我忘了今天星期一，嫂子肯定还在公司上班吧，打工人真命苦。我冷眼看着他，嗤笑，用不着你担心，没你命苦。周青脸色一变，他的粉丝也开始刷弹幕，顾潇吃火药了，我们家小青好心问他，他还对上了，就是说不定就是因为小青戳到他伤疤了，他才不高兴。主持人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缓和气氛，将话题往季承威和周青2人身上演。没想到出发前还很配合的季承威却一脸冷漠，紧皱着眉头对周青一脸爱答不理的样子。见状，主持人尴尬地笑了2声，问我的另一半什么时候到。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新消息，说进去吧，他在里面等我们。闻言，季承威抬眼扫过来，眼底的情绪莫名，弹幕上是一片嘲笑。哈哈哈，他居然说他老婆在那维斯顿庄园里，他在做梦吗？我猜是等下来开门的那个。太好笑了，顾潇的经纪人什么时候带他去医院看看脑子吧？主持人干咳2声，装作没看到，领着大家往房子里面走。这幢房一共有5层，大厅装修的金碧辉煌，墙上还挂着出自各个艺术家的画。就在弹幕嘲笑着质问我人在哪里的时候，许攸从楼上下来。他穿着一身墨绿色长裙，袖口和裙边都绣着莲花图案，一身的装饰刚好和我是一套。我挑眉，怪不得他今早上专门打电话要我穿这件西装。看见他，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尤其是周青，简直两眼放光。他快步走上前：“许总你好，我是完美的代言人周青，很高兴见到你。”完美是许氏旗下一个美妆公司某个品牌的名字。不得不说，周青很会和人套近乎。不过他这次遇到的是许攸，后者什么也没说，直接略过他和主持人打招呼：“抱歉，因为工作原因没办法跟上节目组的原计划，只能拜托大家迁就我来这里了。”主持人在来之前知道神秘嘉宾是许攸，已经做好他非常不好相处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面对面接触时，对方居然这么谦逊有礼貌。虽然也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势，但比起娱乐园很多耍大牌的明星都要好。不过让节目组迁就他是什么意思？还没等他想明白，就见许攸对着我伸出手：“阿肖，你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我抬步走过去，握住许攸的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婆，也是我结婚证上的另一位。”哐当一声，我转头看去，原来是季承威没拿稳手中的杯子掉在了地上，玻璃碎片划过站在他旁边的周青的脚踝，他看也没看一眼，一双猩红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似要将我这个人看穿。弹幕也在疯狂刷屏：“卧槽，顾潇的老婆居然真的是许攸，黑子说话。周青不过是代言了许氏底下的一个小品牌，就这么得瑟。现在顾潇成了许氏总裁老公，他不得气吐血啊！哼，我们小青是高质量男性，靠自己不靠女人。哈哈哈，这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谁不知道周青是一路蹭女明星蹭过来的？”弹幕吵得不可开交，但综艺现场没人关心，其他嘉宾都还在震惊我隐婚3个月的老婆是许攸，周青则是真的要气得吐血了。而季承威，他垂在身侧的双手握紧，眼眶逐渐泛红，深沉如墨的眸子像是即将卷起狂风暴雨。若说在许攸出现之前，他还在安慰自己我不过是和他闹脾气，即便是真的有人和我一起上节目，那也是我花钱雇的。在许攸出现后，他这种期望落空了，因为没有人能花钱许攸做戏。眼看着我和许攸手牵手，姿态亲密又暧昧，他心里那团火焰几乎快把自己烧干，但碍于还在直播，他没办法来质问我。录制结束当天晚上，季承威敲响了我的房门，开门的不是我，是许攸。季承威脸色瞬间变黑：“顾潇呢？”许攸：“这么晚了，你找我老公干什么？”季承威咬咬牙笑了：“那他妈是我老公，我们在一起8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许攸也不气：“是吗？8年又怎样？我们结婚了，有结婚证的那种，你有吗？”这句话简直是戳到季承威肺管子上了，他扬起巴掌就往许攸脸上扇。许攸从小到大的体能训练也不是吃素的，几个回合下来，季承威简直是被按在地上打。最后还是工作人员听见动静上来阻止。许攸冷笑着看季承威被人抬走，转身进房间。见他脸上泛红，我赶紧从床上起来，找出医药箱给他上药。许攸握着我的手说：“没事，我给你报仇了。刚才有人来敲门时，我就猜到是季承威。许攸让我躺在床上不许出去，我还以为他是不想让我和季承威再有往来，没想到他打的是这个主意。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突然软下去。第2期直播结束后，我推掉了后面的综艺录制。节目组看在许攸的面子上，很爽快的就同意了。直到7个月后，我手上的工作基本处理完，也没有再接新的工作。在家闲着，我准备动手写一个剧本。在此期间，季承威一直想尽各种办法联系我，想见我一面。可惜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被我拉黑了。我以为他会就此放弃，没想到这个疯子居然直接在微博上艾特我。我错了，求你原谅我。他这一操作直接把服务器再次搞瘫痪。上次爆料我和季承威恋情的那个人站出来，其实我跟季承威和顾潇2个人是高中同学，他们俩感情一直挺好的。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季承威主动表白，顾潇答应了。看着他们这些年在娱乐圈感情也这么好，我挺欣慰的。没想到最后却是这个结局。说着，他还在评论区放了一张图，即便是画质模糊，但还是能看清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少女时期的季承威捧着一束鲜花站在我面前，脸上满是小心翼翼与希冀。有了实锤，网友们开始扒时间线。周青之3当3的事就这么暴露出来。他联系季承威，想让他帮自己澄清解释一下。结果季承威直接在网上说是周青在剧组时晚上经常光着上身到他房间，
美其名曰讨论剧本，实则勾引他。不仅如此，他还说周青能拿到那部戏的男主，其实是靠税投资方。周青被逼急了，也开始爆季承威的黑料。两人在网上撕得昏天黑地，不仅因为违反和品牌方的约定背上了巨额债务，还被公司永久雪藏。后来听说周青气不过，找到季承威捅了他一刀，季承威重伤成肾衰竭，周青被判5年有期徒刑。网络上的纷纷扰扰，我一概不知，只等自己手上的事情处理完后，便开始着手拍我的电影。毕竟人生多姿多彩，要用自己的眼睛看。